既然 PFAS 这么难测出来，我生活中又有点避无可避，我是不是干脆放弃挣扎，就用不粘锅算了？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铁氟龙。那我们之前在不粘锅的影片里面介绍过了铁氟龙，就是现在大部分不粘锅所使用的不粘物质就是铁氟龙。但是呢，影片里面也有说过，铁氟龙其实是很毒的。那大家涌进了很多问题。主要通常分成两个，第一个是现在的铁氟龙都是 PFOA free， 那不就是没有毒了吗？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铁氟龙是因为高温才会分解成毒气，是不是我控制温度，我使用铁氟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都是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 PFOA free 铁氟龙就是无毒的呢？答案是绝对不是。我们之前在 PPSU 的影片里面有说过，其实你要验证一个化学物质有毒，有的时候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那 PFOA 这个东西，有看过纪录片的人也知道，当时为了证明它有毒，也是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呢，铁氟龙本身有几十亿美元的商机，何况它不亲水不亲油，真的非常的好用，所以化学品公司是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些商机的，所以他们会用其他相似 PFOA 的物质去代替 PFOA 继续生产铁氟龙，但是这些相似的物质只是还没有被证明有毒而已，并不是他们真的无毒。举个例子， PFOA 过后变成了 PFOS， 后来 PFOS 也觉得有毒了，所以现在改用 GenX。那 GenX 呢，其实已经有初期的报告出来，认为它其实也是致癌的，可是它毕竟还没有那么恶名昭彰，还没有真的让人家觉得毒到必须要禁用，所以现在化学品公司还是可以继续用 GenX。那如果过了几年 GenX 被禁止了，化学品公司永远可以找到新的东西来代替继续生产铁氟龙。再来第二个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如果我的不粘锅温度不要超过250，就是我精准的控制这个不粘锅的温度，它就不会释放出毒气啦。因为如果有养鸟的人其实会知道，不粘锅如果烧得过热，释放出蒸汽的时候，其实养的鸟很容易死掉的，这个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温度控制的好，不要让不粘锅过热，是不是我就可以安心的使用了呢？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是否定的。的确可能会有一些毒物学家告诉你说，如果你不粘锅的温度够低，你接触到的这些毒物，比方说 PFOA 这类的物质，含量其实非常非常的低的，就跟我们环境中的含量差不多。但是大家要知道的呢，环境中的这些氟化毒物其实本来是不存在的，这些全部都是人类开始生产铁氟龙之后才有的污染物质。那这些污染物质其实有非常多种，粗估大概有5000种，它们有一个通称叫做 PFAS。那关于我们使用铁氟龙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环境中有这么多的 PFAS， 其实坦白说我也不是专家啦，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一个真正的专家，水博士刘燕玲小姐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刘燕玲小博士。你好，耶！我跟刘博士呢是在 PhD 做研究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就很常向他请教一些水质方面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方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那现在刘博士呢是在北卡当博士后研究员，主要就是研究这些 PFAS 对我们环境的影响，还有怎么处理 PFAS 可以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干净。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刘博士告诉我们更多 PFAS 的详细情况。耶！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燕玲，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呢跟大家来介绍我现在在研究的东西。那前几天呢，在阿奇的频道嘛，就是介绍不粘锅上的化学物质。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叫它 PFAS 嘛，就是一个统称 PFAS。那基本上它就是化学结构中有碳跟氟的键结，那这个键结它就会形成非常迷人的特性，就是它同时防水又防油。那因为这个迷人的特性呢，现在就被很多厂商大量使用在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物，比如说像是食品包装用纸啊、披萨盒啊，或者是家具、衣服等等，是不是就是里面那个薄薄的膜那个感觉？对，它是一个涂层，然后它就是会有防水、防油。那因为这个大量的使用啊，在我们这几年的环境中就开始一直侦测到这个物质的存在，在水里面啊、土壤中啊，甚至是空气中。那最后呢，在我们人体里面也开始侦测到这个，不是开始，就是有这个物质，就是基本上几乎每个人我们现在人体里面都有这个物质。那为什么呢？基本上就有3个途径在我们人体里面，就吃进去、喝进去，或者是吸进去，就是呼吸进去这样子。那在去年的2019年的2月呢，挪威有个团队，他们就发表了一个研究，他们就是主要在去研究说如何经过手指
碰到嘴巴这个动作，我们有可能会吃进去多少的 PFAS 这样子。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一开始说到食品包装用纸或披萨盒会有 PFAS 这个物质存在，所以我们在吃披萨或吃薯条，基本上我们就直接拿手起来吃嘛，我们不会拿筷子或叉子嘛，所以你就是有可能会吃进去，或者是甚至呢，你不是每天吃披萨或薯条，但是因为你生活中有太多 PFAS 的物质，你可能不小心摸到什么，然后你手指上就沾有 PFAS。那有些人在思考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习惯去咬指甲，或者是你随便这样靠着，然后你手就会碰到嘴巴，对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像薯条内膜那些包装膜，如果我摸到再吃，可能我就已经吃到 PFAS， 但我根本不知道。是啊，对，没错。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又不吃薯条，那我没差什么的。对，所以这个研究团队不是只是针对说吃披萨、薯条，它针对的是就是我们生活中不小心摸到什么，他们真的去请一些民众。那最后呢，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结果出来是，其实基本上透过这个动作吃进去的 PFAS 是远低于食品安全局公布的每日容忍量。但是你要知道，他只是在看说手指碰嘴巴这个动作，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对，所以更有趣的研究是在今年的纽约的健康管理局，他发表了一个文章，他更有趣，他是去看说我们家里面的宠物的大便 PFAS 的含量。那他们为什么要看这个？他们的用意呢，就是说，因为宠物，他们不是去侦测，不是去看什么流浪狗、流浪猫，他们去看家里的宠物。那他们的用意就是说呢，因为这些宠物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就像我们家的纳豆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它吸一样的空气，喝一样的水。那他们想要去看说，那这些他们的大便里面的 PFAS 的含量，然后去开始推估说，我们人有可能暴露在多少的 PFAS 中。那他们结果呢，就是看到说，其实我们人类暴露是超过我们建议值的，是超过的。所以也就是说，大概全人类都暴露在超过量的 PFAS 中，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知道，对，所以我接下来要继续再提出几个还蛮有趣的研究，但是有可能就是更惊悚一点。那基本上一般来说 ，PFAS 最常听到的污染是在水里面，也就是我们喝进去。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喝进去的水是自来水厂已经处理过的水，所以就是基本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去除掉。但是农作物跟我们家畜，比如说猪啊、牛啊、鸡啊，他们喝的水，有可能就是农民直接就是拿地下水或河水给他们灌溉，或者是给他们喝，对吧？好，那其实在2014年的 Colorado 呢，就有一个研究，它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灌溉水里面不小心被 PFAS 污染了，那种出来的草莓会有多少 PFAS？对，那在我说结果之前呢，我先说美国呢，他们现在的建议值是每个人一天是20 nanogram per kilogram，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是50公斤的人，好了，20乘以50就是1000，50公斤的人一天的建议值是1000 nanogram。那 Colorado 团队呢，他们的结果呢是发现，如果灌溉水里面有被 PFAS 污染，种出来的草莓一克就有2500 nanogram。我昨天晚上起码吃了200克。对，但是这个是就是如果灌溉水有 PFAS 啊，但是其实农民也不会知道啊，或者是如果真的没有去侦测，因为其实现在 PFAS 就难在它需要很高阶的机器才可以去分析出来它到底有多少浓度。对，所以他们如果引诱灌溉水，他们不知道的话，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无辜的，大家都是无辜的，根本没有办法很简单的知道啊，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不知不觉的吃进这些东西，或不知不觉用这些污染的水灌溉，其实自己根本不晓得。对，没错，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吃进去的途径之一，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呼吸，就是吸进去。那要怎么样会吸进去呢？就像我最一开始说 ，PFAS 它防水又防油。那因为这个特性呢，现在就是被用在一些家具或地毯上，所以如果只要有这些 PFAS 的存在啊，厂商就可以说，我这个东西非常好清洁。比如说，如果你不小心喝饮料泼到家具上、沙发上，
它就是因为它防水，所以那个饮料就会浮在上面，所以你可能随便拿个纸巾擦一下就擦掉。那厂商就可以说这很好清哦，它不会渗进去你的家具里面，对吧？其实听起来非常稀，就是那种什么家具防洁的喷剂嘛，现在都有卖那种家具保护剂。对，没错，那个就是有 PFAS， 因为它就是非常的方便，对，没错。但是呢，这些 PFAS 其实基本上是有挥发性，有一些 PFAS 是有挥发性的，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的时间，它会慢慢的释放到你的空气中，家里的空气中。所以也就是你买进这些家具啊，或地毯，或是喷这些就是号称很好清洁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慢慢释放到你空气中，然后你不知不觉都吸进去了，这样子。对，所以呢，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消费者已经开始渐渐意识到说 PFAS 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所以有一些民众就开始抗议说，我们不要有 PFAS， 我们不要有 PFAS。对，所以就像去年美国的2大居家连锁店 Home Depot 跟 Lowe's 就有点像台湾的特力屋啦。他们先后在去年的9月跟10月呢，他们就公告说，好，我们不会再贩售，我们店里不会再贩售任何含有 PFAS 地毯。对，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有渐渐的让大家意识到。那还有另外呢，就像是会用 PFAS 在产线中的 Gore-Tex， 也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那种滑雪外套、防水外套。对 Gore-Tex 这个厂商呢，其实在几年前他们就在自己的官网说，我们会在2020年，其实也就是今年，他们会减少使用 PFAS 在他们产线中。但非常可惜的是，他们去年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2020年减少了。毕竟碳氟键这个东西实在太强力了，我们很难用其他的化学物质去取代它这么好用的特性。没错，所以就是你其实厂商为了要满足消费者对于生活中的方便性，我们消费者想要方便性嘛，所以我们就可能会要求厂商，我要想要像 Gore-Tex 这样子的特性的东西出来，所以厂商不得不就是我还是得加这个东西进去，因为我就很难找到一个取代物。毕竟消费者在买产品的时候，其实不会去考虑到这个产品对环境造成的伤害。这个心态我也可以理解啦，只要有煮饭人可能也理解，只要用过不粘锅，你煎个鱼煎个蛋，你就是油可能用个几滴，你就可以煎出非常漂亮的东西。对，我自己用过，我懂。你忽然叫一个用不粘锅的人说，不行，你今天给我用回去不锈钢锅，你觉得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我不会说完全不可能，但是这是真的有点难度了。最后呢，我还要再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也是 Duke 这个团队呢，他们今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去看说，就是我们现在家里面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滤水壶啊，或者是冰箱上的一些滤水系统啊，就是用在家里的，不是自来水厂的。那这些滤水系统可以过滤掉水中多少的 PFAS 这样子。那他们的结果呢，其实是说逆渗透这个系统，也就是 RO 这个系统，他们的过滤效果是最好的，几乎可以达到100%。我不会说100%，因为工程界是不会说什么这个100%去除，没有这种事。就是我们只会说 almost 测不到了。逆渗透这东西有个缺点，就是它非常耗能量，然后又很贵，然后又非常耗水。比如说你过滤3公升的水，它可能只出来就1公升，2公升全部都浪费掉，对，就是非常浪费。但是如果另外滤水壶的话呢，我是建议就是基本上还是要定期的更换，就是它还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过滤效果。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说，所以我生活中用的这些产品，最后一定会进入到环境里吗？是因为我把它丢掉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它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对，就是一方面是丢掉这是现在研究中发现还蛮多污染的来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工厂，因为你在产线中他们会用到非常大量。好，那接下来我觉得我要代表一些观众来问一些问题哈。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如果我家就是装不了逆渗透，我到底要买哪一个滤水器比较有效？我不想看研究了，就直接告诉我买哪一个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我最一开始说，首先你滤水壶，好，就拿 Brita 来说好了，你可以定期的更换。那我在这里说一个还蛮有趣的小故事，就是这个 Duke 这个团队啊，其实我听过他们演讲，那他们演讲最后也有人就真的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不想看了，就告诉我买哪一个怎么办？因为他没有说买什么，他就说我家就用
Brita 他怎么办这样子。那个演讲的，他是 postdoc， 就还蛮有趣。他说他自己也用 Brita。PFAS 它有一些不同的物质，它有长链。也有短链，就有点像火车，有的有8节车厢，有4节车厢这样子。那它对于长链，就是像是 Brita 这种氯水，对于长链的物质，它去除效率比较好。但是对于短链，它去除效率可能就是大概就40% 啊，50%，就是一半这样子。但是呢，那个演讲人他就是很有趣，他说我心里就这样对我自己讲，因为通常短链号称比较不会那么有毒性。所以就算喝进去就算了，就是反正把大的滤掉，小的顾不了就算了，反正你也避不了这样。再来讲第二个问题，有讲到草莓这类的农作物，如果灌溉的水有 PFAS， 原则上我吃一点点就超标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我就是不晓得，就刚好一直吃这些污染水灌溉出来的草莓，我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基本上就是会癌症啦。或者是胆固醇过高啊，甲状腺亢进、荷尔蒙失调，还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症状出现，然后免疫系统失调，还有一个比较可怕，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有畸胎的问题这样。这个黑水风暴里面好像也有演，会生畸形儿，会癌症，会早死。那再来第三个问题，既然 PFAS 这么难测出来，我生活中又有点避无可避，我是不是干脆放弃挣扎，就用不粘锅算了？好，但是回到其实我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其实有讲到，就是厂商就是为了要满足我们消费者，所以就像你说，好，我放弃挣扎，每个人这样想，那我们大家都不粘锅，所以就厂商就越卖越好。所以就是这东西永远在无法消除它就会一直累积，因为它叫 forever compound， 它就一直累积在环境中。所以哪一天可能你的下一代、下一代，他们生活中可能就是饮用水，可能都是每一个人喝的都是超标的水。那还有另外一方面，我想讲的就是这个来说好了，假设今天我用的是不粘锅，你用的不是不锈钢锅，我是直接暴露在 PFAS 含量的产品中。假设我暴露是100%好了，那有一天我把这个不粘锅丢到环境中，那这个不粘锅的50% PFAS 释放到环境中，好，假设释放污染到地下水，那这个地下水呢，有可能30%被草莓给吸进去。对，那你吃到是那个草莓，你吃到也就是100%的50%在30%，所以其实大概就只剩下15% 附近这样。对，所以我吃的是100%，你吃的是15%，那还是有一点差异。所以可能我2年后，假设我可能2年后因为用我不粘锅就得癌症，你可能10年后或20年后才会得癌症，就等到差不多也快要死的时候才会得癌症的意思吗？对，就是还是有点差别，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减少有这些对于 PFAS 依赖性是最好的。而且就算不说自己暴露在这个危险中，刚刚的意思就是说，我越爱购买这些铁氟龙的产品，其实我的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问题。其实我就是造成这些事情的间接因素。既然呢，这些 forever chemical 就是会一直不断在我们的环境中累积，所以是不是代表说我们的环境注定就是越来越毒，直到有一天我们全人都死光光，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现在看起来问题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工程就不一样，我们工程现在就是开始在去研究一些方法，看要怎么打断 CF， 就是我刚刚说的碳跟氟的这个键结，把它断掉，它就不再是 forever chemical， 它就可以被分解了。We are working on that, so 而且研究其实说实在需要大众的金钱跟时间的支持才有办法继续下去，这必须要大众都认定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这个计划才会容易得到更多的钱，我们才会有更多的科学家可以在这个议题上继续努力。厂商永远可以用 PFOA free、Gen X free、PFOS free 一直不断这样 free 下去，来欺骗我们消费者，让我们误以为这个东西无毒，对吧？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其实你要尽量减少对于这种东西的依赖性，大家就多用点油就好了嘛，沾就沾嘛，没关系。大家就多用点油吧。现在很多营养师都觉得，其实油吃多一点是蛮健康的，只要用的是健康的油。像是纪录片的 Devil We Know， 就是最多畸胎的，就是在第一线生产的工人。那在就是亚洲啊，有没有其实是有生产线？我们不知道。这个我知道，都在中国。一开始因为 PFOA 很毒，所以大家改用 PFOS。后来发现 PFOS 也很毒之后，虽然美国杜邦都说好，我们再也不会在美国生产，那大家就 question end。应该有蛮多研究，其实也是中国那边
就是开始在探讨。研究上来说，我们这些期刊发表有一些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好，那我们今天跟刘博士的视讯就到这边了，非常谢谢我们刘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拜拜，那都拜拜，拜拜。好，到我们今天说结论的地方了。我想大家刚刚看完了这一切之后，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没有什么希望？不过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啦，这个是珍古德说的：这个地球可以支持我们的需要，但是不能支持我们的贪婪。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真正的结果就是我们消费者必须要习惯，人生就是不能够这么的方便，才有办法保护我们的环境。比方说，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你要少用塑胶袋啊，所以今天刘博士就是想告诉大家，请大家尽可能少用铁氟龙，尽可能不要想要去有这些不粘的产品，有这些防尘很方便、真的很好用的东西，都很有可能伤害我们的环境。至少在我们现在人类的知识范围里面，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这个污染物的。所以有一天它就会报复在我们的子孙身上，或者是其实等到我们60岁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得癌症，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喜欢的话麻烦订阅我的频道，帮我按赞转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